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啊、记性变差、浑身没劲儿等情况。那木子要提醒大家，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可以改善这种情况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脖子、晃动脑袋。方法很简单。可以先将双手对粗搓热，然后放在脖子两侧进行按摩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。因为颈部呢是血液流向头部的主要通道，这样按摩可以促进颈部血液循环，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按摩完脖子之后，再活动一下颈部，可以前后左右的晃动一下脑袋。做2分钟左右就行，这样可以更好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脑供血不足的危害还是很大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。除了常运动外，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。大家没事呢，也可以试试用银杏叶泡水喝。银杏叶主要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软化血管，增强血管弹性，还能够改善脑部供血，对缓解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。哎呀，肚子上咋又长肉了呢？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吧，吃的多了，坐的时间长了，大肚腩呢就跑出来了，这样对形象影响真的很大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大家不想出去跑步锻炼，不妨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下面来跟我一起学一下。首先，平躺在垫子上，要将上半身微微的抬起来，不要触碰到地面，下巴向内收，两手手肘支撑在垫子上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抬到与地面大约30度，交替的做抬腿的动作，直到自己坚持不了为止。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做。每天睡前做5到10分钟。做的时候腹部要保持收紧，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效果。每天做一做，胜过出去跑步1小时。大家不妨坚持练习一下。减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，除此之外也不能忘了饮食，饮食也很重要，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这样减肥才能够事半功倍哦。中医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痛。如果身体经络堵了，那么也会衰老很快。那该怎么打通经络，健康长寿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拉一拉脚背。在我们脚背上有4条经络，分别是肝经、胆经、胃经、脾经。拉脚背可以打通这4条经络，起到疏解肝胆、调养脾胃的作用。那拉脚背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向前并拢伸直，然后用力的绷紧脚背，10个脚趾要用力的向下压，坚持10秒，脚尖儿再用力的回勾，也是坚持10秒。睡前反复练习3到5分钟。大家在拉伸的时候可能会有酸胀痛的感觉，不过大家只要忍住了，时间长了就能够帮助我们打通经络，比走1万步还有效。不过要长期坚持才会有效果，那经络打通了也可以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除了上面的这个小方法外，大家平时还可以将双腿抬高，这样可以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，还可以每天坚持泡脚，也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。相信很多人对尿酸高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那尿酸高不仅会引起痛风，还会给肾脏造成损伤。尿酸高除了用药物控制外，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辅助平稳尿酸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萝卜是一种常见的食物，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吃萝卜，但是萝卜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碳水化合物，经常吃可以帮助降低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尿酸高的人经常吃萝卜，可以帮助平稳尿酸，减少痛风的发病几率。白菜清甜脆爽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而且白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蛋白质、粗纤维、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清肠通便的效果，对促进尿酸的排出也有一定帮助。那经常吃可以帮助预防痛风的出现。尿酸高的朋友一定要养成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。平时多喝水，多运动，有助平稳尿酸，保护肾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长出白头发。那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所以头发开始变白的位置也不一样。
那有些人头发先从两鬓开始变白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是来自生活还是工作的。那压力大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产生焦躁的情绪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两鬓变白的情况。其次，肝火旺盛，因为我们的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胆。如果肝胆之火旺盛，那么很容易使人出现脾气暴躁、口干口苦、眼睛酸涩等情况，同时也会使两鬓头发变白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上面这2个原因。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长白头发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大家可以找一把适合的梳子，比如牛角梳或者是木质梳子，如果没有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代替。这样从前往后的梳头3到5分钟，这样梳头按摩头部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，对改善脱发和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老年人经常这样梳头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脑中风的作用。当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很多人会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小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全身放松。将双手手臂弯曲，食指交叉放在胸部前面，然后将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手的同时头部也快速的向下低头，让头部在2条手臂的中间，每次做30下左右。注意做的频率不要太快，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改善头晕头痛，记性也会变好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大家最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，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慢走等，这样有助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。胃部有幽门螺杆菌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：胃胀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：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膝盖疼痛、膝关节受损，对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连走路都不敢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帮助改善膝关节损伤。首先找一把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双脚交叉，重心向前移，靠大腿和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起站，注意身体的重量不要都压在腿上，不然容易伤害到膝盖。这样起来5秒后再慢慢坐下，这样反复做2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大小腿的力量，促进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修复膝关节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，要多坚持运动才会有效果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还可以适当的拉伸一下腿部，以免给膝盖造成损伤。膝关节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避免长时间走路，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还有控制好体重，这样对保护膝盖才有帮助。知道大家每天运动锻炼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式呢？跑步、慢走、广场舞还是太极拳呢？其实有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就是下蹲。经常下蹲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。那先教大家2个下蹲的方法：并腿蹲和弓步蹲。并腿蹲的方法很简单，双脚并拢，双腿弯曲，让大腿和小腿紧贴在一起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手肘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即可。
弓步蹲的时候，先将左脚迈出一大步，右脚脚尖着地，两腿呈弓步，双手叉腰，坚持半分钟，再换另一只脚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分钟。每天这样下蹲5分钟，等于步行1小时，是一种省时省力的锻炼方式，对全身都有利。这样下蹲能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还能促进脂肪燃烧分解，激活全身经络，有很好的增强肌肉力量、强健关节和骨骼、减肥瘦身、降脂抗衰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要每天坚持练，循序渐进，这样才能起到锻炼全身的效果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